再死死扣住父母，就只会将父母也带入水中。你不该来太感人了。和冲昏头脑。他是我的父母，我这段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遍都很想哭。至少可以不让你沾上血气。在这黑风夜海，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睡个安稳觉。我希望晚一点面对你，惊惧防备的眼神。我最希望的是看你永远灼灼似火，皎皎如月。咱们就要打一把狗分架势赛，永远是最出类的，无所畏惧，大杀四方的小姑娘。拳打开后，脚踹断王，哪怕他真的是神，我也绝不会投降。看他，不到不孤。我已经没有故乡，你就是我的故乡。如果你暂时胆怯动摇，需要一个同类给你力量，那我就扮演这个同类，一直做到死去的北地。朕看清北叔，待他就如待朕，务必护他周全。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明天我自当尽力，万一我成功了，你的担子也能轻些。如果我失败，你就照着最后一张纸上写的去做，应该也能逃出升天。再之后的路，就要你一个人走。天涯路远，江湖险阻，多加小心。生而不为人，我很抱歉。虽然对你丧了许多，但这一句绝非许言。你是我这2辈子。哎呀妈呀！我今天一直都没有看后面的戏，我就是怕我会哭。最厉害的人，你一定会笑到最后，杀出一片山河清明来。到那时，如果原谅了我，逢年过节就吃一顿小火锅吧，就当我去陪你了。张三。初见你，曾有光乍破在我魂魄。太感人了。看完一集。我觉得成何体统对我而说就是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会把自己感性的一面藏起来，然后成何体统在我拍到过都是从我进入开始就是把我很感性的一面打开了。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现在播完了，但是就是成何体统在我心里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啊，所以说又卡了。和我们很真切的感知到，你善良，然后感情有同理心，所有的美好的可可爱的一面。
就真的像是掺进去，然后替婉音走了这么一遭，然后现在又掺回来的感觉，就是挺难过的吧。没关系啊，我们大家都现在也都还在看《成何体统》，而且我们有过那个就是《成何体统》的记忆的陪伴。想笑你就笑啊，刚看一直在憋笑。没有，我刚刚没憋啊，我刚想笑就笑了呀。因为我是觉得挺可爱的。好了，大过年的，没关系，大过年的我也哭了很多次，无道不孤。我今天回去，等我拍完戏回去，我再把拼音更的看完。好，那你要把今天更的看完，你又要爆哭了，最好哭的都在这一集。我今天一直就是忍着没看，我就是怕自己会爆哭。没关系，结果还是没人。有时候哭完之后，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又会好很多。那哭也是感动的哭嘛，我觉得为什么那种哭哭笑笑开心的都值了。对，是，就是我找到你的那个，找到我，然后你们几个人在那个要开始了。Hello， 大家好。介绍一下。Hello， 王翠花。现在是已经开始了吗？对，已经开始了。开始了。直播开始了。我想再把这个调一下声音。我的声音小是吗？但我听楚然的声音是正常的。我说话声音小吗？还好。哦，那就行。这个灯能再调亮一点。新年好。今天一口气看了好多集，今天一直在看，然后现在我是追到32集，还有一半。我现在看31集。好可怜啊，我觉得就是所有人都在一个一个的离开。对，你是看到哪里了？我看到32集还有一半啊，我刚说了呀。你在不做表面功夫啊？全新第4代欧莱雅不是哪里？纳米级超渗胶原科技，就是你自己在那个亭子里坐着，然后阿白过来跟你说话。3重真萃3D 玉护的皇家美素佳尔，邀您观看成何体统。现在是24集，怎么才24集？呀，这是我变暴君那一集。不是你那个下跪的那个吧？对啊，你下跪完了，我跪。对，只有你能救他，你去好不好？我去了，谁来保护你？今天看那场北叔走的那场太伤心了，太感人了，那个好感人。但那一场戏其实有一个细节是，我不是突然头疼了吗？然后我推开于婉音了吗？我不记得我当时说没说，我说离我远点。还是我那时灵时不灵的天意？说了，但戏里好像没有吧？对，戏里好像没有，但是应该是好像没填进去。不知道说没说，应该说离我远点。我知道我自己会发疯，然后可能会伤害到你们，所以把身边所有人都推开。然后发疯那场戏真的哇，只想尽快的离开这龙潭湖，太痛了，安度余生吧。
太痛了。婉音，既然你如此害怕，然后为何包括自己在那个牢狱里，他只是我的谋士，用北树的身份来演我的那场戏。这个声音怎么听不清啊？就是把那个他说话的声音大一点，然后把这个婉音这个样子，这个底调最大了吧？思考如何继续骗本王。是我的声音小吗？好，还有谁啊？有第三个人吗？既然你想听真话，我就讲给你。听得到了，听得到了，你的声音其实挺清晰的。其实我也曾听得到像谢妃那样听得到。遇见过殿下的未来。挽狂澜于既倒，受万民之朝拜。对啊。只是什么？今天没让我们看后面集，是怕我们一会儿哭的不接戏了，是吧？我今天因为我想说把它全看完，就是从前面弄着看，但是今天在拍还没来得及看。但是我看了一点点切片，就是关董发的，是实话，很感人。本王今生不会与任何一个女子并肩。这几集很多都很感人。若要非得有一个，也只能是。问问于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蛋总动心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蛋总的动心不是一瞬间的，其实就是感受到蛋总对自己的一些细节以及就是真心，然后包括我们共同经历的事之后，其实，蛋总是一直站在于姐身边的，非常坚定的，就是站在于姐身边，我觉得不是，也是不自知的。这些只是讨人欢喜的谎言吗？说的很有道理啊！我再下一个是问你什么时候对我动心的？问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因为本王就是这么想的。你们只不过说到了我的心坎儿里。天命所蛋总，问问蛋总，为什么在于姐发现 SOS 的时候，没有承认是自己中的呢？就是因为之前已经撒过谎了，然后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过往吓到他吧。7岁，然后又不想让他知道原来我对他撒谎了，就是用一个东西去弥补吧。我命贱吗？是太后跟那个暴君让他们相信我贱。这个能在调亮里。所以长大之后，我便知道如何改命。那就是什么？其实这场也挺虐的，就是我们在那个，一切都要就是对一发疯的那种。对，名声、功绩，还有女人，只有这样。用一句话来定义鱼蛋之间的关系，两位会说什么？可以一人说一句。说到夏侯宝，自然会说。端王不仅我觉得呢，我觉得最开始的话，肯定就是异世界的同乡人吧。就最开始，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异世界的同乡人。但是后面，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就是一个彼此坚定的选择，然后互相支持、互相支撑吧。互相支撑。你是想做全天下最尊吃那么多还让我撑住你？吃什么支撑？还是史书边角上支撑？确实也互相支撑啊。却不知名的妖妃。我觉得就是那句“你是我的浮木”吧。端王殿下，就是于姐对那个蛋总的关系来说。端王殿下，老奴来接贵妃娘娘。哇，安公公那个不知道戏里有没有，就是端王殿下救下贵妃。要剧透吗？能说吗？大家现在不都看了吗？但是我不确定它里面有没有有那个小皇子。你想说最后的最后是吧？对，就是你记得那场的时候，我们当时没有在现场看安公公拍那场。别说，在你自己没看之前别说。
他派人来。但是后来我们去看了那个回放，真的巨感人。殿下放心，我还没看呢，我就没看。当时说有的看，我都没看。不与任何人提起。那这么说，婉音是不考虑什么悟到什么了？即使考虑，这场会多给婉音超自恋啊！金军在外，我说这场说这个的好时机。我的脸这场后来改成这样了吗？不嫌弃。对呀，我们还是密信交往。可自然是好。那你自己好多人说放小短片。那我们当时答应的是从10年前的那个是我们在尽力。这就是那位老皇子，怎么身边都没有人照顾你嬷嬷？会放的，会放的，放心吧。我们反正我们抖音是不能够放，已经用完了。问问于姐，在得知蛋总真实身份是张三之后，有没有感觉自己被欺骗？当时的内心想法是怎么样的？这叫怎么叫这名啊？没有吧？就是其实更多的是心疼，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点分两路，然后我这边其实也经历了很多，我那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心疼，然后因为我觉得当时两个人的情感浓度其实已经不用多说啊，我也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情了，而且现在最重要的肯定是先要找到他嘛，因为他现在也下落不明，就更在意的是他的安危吧，更多的是对蛋总的心疼，我很喜欢，的一个点是在于，无论情势多么的所谓的惨啊，或者说在一些局促的情况下，哎呀，破解掉了，局促的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情况下，然后他们都会用那种很幽默、很轻松的彼此的方式去说话。你比如说，发现了，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发现了。蛋总在那个角落里，然后跟一群暗卫在一起的时候，菊姐哭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多人在一起，真的不挤吗？不嫌挤吗？”我看到了，就是你对啊，你明明是一个很感人或者说很情绪很 down 的一个时刻，但是他们都会说一些很幽默的话。我觉得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但我其实当时也并不想笑啊，因为我当时就想说，我们都已经经历这么多了，但你肯定是想保护我嘛。但是我当时就话就很好玩，对啊，没有，我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也挺好玩的，拉开帘子，我还给你们拍了个合照呢。哦，对哦，那个合照我当时发了吗？你没发，在我这儿，在你这儿，我发给你了。后来，我找找看，我给你了呀。又把锅甩到我这儿了是吧？我真给你了呀，要不然就是在我以前那个锁住的手机里。王爷，那肯定是在你锁住的手机里了。那个人救回来了。他发现什么了？没事，老锁手机。这袖中藏有机关，前所未见。观其形态，似乎能射出暗箭。我看一下在哪里。太难找了，我这个。去给几位将军送信吧。是。既然这是你的选择，本王便成全。这一时半会儿可能找不着。新年快乐！啊，生气了，生气了！今天晚上发照片？今天晚上发什么？签名照。不是说我们的社媒发什么？我们还有问你问题啊。哦。问问蛋总，假设于婉莹从来没有出现过，你觉得夏侯丹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那肯定就是很悲惨吧。就是应该会像之前
预设的那样继续我错了，做下去，最后我不该死死出宫，孤独终老吧，都不能终老，孤独离去，要发疯了这里。该死！卑职照顾娘娘不周，罪该万死。不，是我自己要出去的，他们并不知道你的禁令，错的是我。可怜啊！都埋了吧。等等，我说了不关他们的事。陛下，我们只有这么多安慰，已经失去了大半。这些可是在原文里为你而死的人啊！但他们让端王找到，对，热，端王空找到是因为调都关。他的探子在满城搜，跟这些安慰无关啊。这种情势下放你出宫，跟内奸何异？我说了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罚我一个人就是。今天很热哎，今天出太阳了。罚你有何用？你脸皮这么厚，会长记性吗？把这我的话放心里了是吧？什么？朕偏偏你脸皮这么厚，你做错事，朕会罚的。是你在乎的人。你在说什么？说什么？朕把自己当成一个暴君了。你是真把自己当成那个暴君了吗？朕本就是暴君，一直都是。出汗了。告诉我，风中为何多晚客？在等什么？擦肩而拖下去！过的淡漠，莫忘着我雨落。昨天那个玉期书，就那个吴起晚音，其实我之前录了很多版。我没掀衣服啊，我只是删一下。我什么时候掀衣服了？呀，你昨天那个不是也录了很久吗？是我之前，其实我从拍戏的时候就开始录，因为不是现场还就是给你放了一版去听的时候演那个戏嘛。然后后来又重复录了很多次，然后包括这次剧播我又录了很多次，但每一次都要暂停，然后修，然后就是重新录，然后觉得这个语气不对，那个语气不对，不满意，然后自己不满意，然后就一直重录。然后到昨天晚上，我说再试最后一次吧，可以。结果一口气就是一下没停，把一整段录完了。就昨天那一条是10分钟，是一口气念下来的。安公公，我都惊呆了。把与贵妃关进寝殿。但是肯定会有瑕疵，但我觉得那一条情感还挺好的。但刚开始念的时候，刚开始录的时候，我是录不完的，因为经常录到某一个地方就会哽咽，然后就会哭，然后就会哭腔很重，然后就会录不下去，就必须得断。县主，隐没我，用半血火浓墨。我求你了，不能有事。北叔真的就是家人。他闪回北叔那些画面的时候也很感人。是的。后来我不是从那个冷宫去找你吗？然后他跟安公公也是都不拦着，都不拦。我是任何人吗？然后就放进去了。
曾有光扎破在我魂魄。怎么没了？卡。我觉得我有很多物料没有放呢。你卡了。我的物料去哪了？你卡了。我刚卡了一下，现在还卡了吗？我刚刚卡了一下，现在好了吧？你演这种戏是不是很爽？为什么会爽？就是很过瘾吧，这种戏。其实很累，会吧，会有吧。但是因为他全身都在使劲，其实挺累的。你拍这个时候好像不在现场。你拍这个时候，我拍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在现场？不是，我好像都不在那一天。后来是导演跟我说：“天呐，磊子那个发疯的戏，老可怜了。”闪回，这个闪回其实也挺宿命感。太真实了，是不是？偏要你记得，你做错事，这会就这种不说的情感太真实了。再回来，他不留下尸前，就得处死吗？说话嘟什么嘴啊？是谈恋爱了吗？你在跟我说话吗？不然呢？你在跟我说话呀？谁做了那个谎？我以为你在问大家呢。你们想让我夸你？看不到大家嘟没嘟嘴啊？想得美！我夸什么？我是说，刚刚两个人那场戏，刚刚那场戏的两个人的情感。舍命陪君子。从哪儿掏出来一个店，又开始补妆了？我觉得。小美现在不能留在宫里了。我喝个水。我会送她离开。在等什么？拖下去！你只将她看作小雀，需要放飞，却不见她。我们真的很懂彼此哎。灼灼如日，能照彻碧空千里。我觉得这下是最厉害的。而且我们两个都长嘴，我觉得特别好。这不是夏侯丹。对，这里主要是于婉音，你看这一下走出去就是。娘娘，你要去哪儿？觉得会很需要这种来化解的勇气和能力。那是因为安公公没拦着呀，如果他拦着，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是，但我说他有勇气是这么做嘛，就是无条件相信嘛。夏侯丹绝不是那样的人。哎，快说，我要见他。婉音，当然北叔，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从他不想让任何很感人哈。我是北叔这里看完的眼神都变了。你说，就是从那个下跪开始，然后一直到这儿，我都一直在哭。当时看的时候，然后包括进来，然后我们两个人互相道歉。对不起啊，对不起。人家是真心道歉，你不是呀？你不是真心道歉呀？我是呀，我都这样了，我还不真心啊？这场戏，我们当时还说少了很多。可能头还疼吗？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心疼对方，就是眼下比起心疼，我觉得其他的情感其实都没有心疼更大。是。那心疼其实，你说，你说，你说，你发表的意见，你把它完善掉。我说完啦，你有什么补充的？你说完就是说，就是心疼对方就对了。对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没那么脆弱。别哭啊！一封信，一行字，提笔几篇，一是我那些混话。哎呀，现在这些刚一转身我就后悔。BGM 响起，就会觉得我也不好，能带起来很多回忆。它每一首不同的 BGM 都能带出来不同的画面和回忆。我错过了形势，这首歌也很好听。险些酿成大祸，把你往暴君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不是的，婉莹。我早已经是个溺水之人。天呐，看得我心情很通畅。我当时就觉得，看剧本的时候也觉得，就是我们两个能及时把误会解开，然后就是彼此奔赴，就长嘴真的太好了。都怕你在那之前就消失。如果你消失，意味着我是的，消失。因为他们其实经历了很多很难的事情，很大的障碍，但是好，他们两个人能够，我们都不要变成别人，不再，你来完善一下。我是蛋饺，就是能够互相支撑，你是于姐，然后一起去经历这些难关，我觉得很难得。那天我死了，以他们的方式，我也不。堵着满嘴讲不出的誓言，藏不住的腼腆，一条街一起走，没有经过我同意。哎，第二天是不是有那个涂药的戏？那个很搞笑。当时安公公就是那个身上有。当时安公公在旁边笑的，现场没有零人憋住了，就是每一个人都噗呲一声笑出来了。因为安公公现场那个声音真的笑得太好笑了，对他，而且他播的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他现场那个那么的夸张了，他现场那个人巨好笑。还有谁守着那般撕裂人间不变，就算怀着眼泪越牵扯，没了。深秋一年等着一个人出现。来了。陛下，您的伤口已经愈合了呀，现在怎么撕裂的如此厉害？昨天有刺客。还是很好笑。我这个也是笑了。好了，陛下。别吓他。陛下需要节制啊，我这就去给您培养。要想。好一个刺客，把朕害得遍体鳞伤，把萧太医都吓跑了。要怪就怪你自己，长得这么祸国殃民的，哪个血气方刚的女人经受得住这种诱惑啊？玉姐，下次轻点。下次再说。早知道迟到了，走了。早知道迟到而已。问问楚然，觉得自己和于婉莹最像的一个地方是哪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的意思是？我
让我再接再厉。连长的对象。看来爱妃中气尚足。我来说吧，该再接再厉的，你说吧。是朕才对。哎呀，咱还是遵医嘱吧。开玩笑，开玩笑，很多地方很像，我也说了很多次了呀。就是这种。你自己要说，你真的说不出来。善良、必须要说跟以前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小姑娘啊，就是那种大杀四方的小姑娘的性格，这么久，灼灼如日，皎皎如月，还是没能将你移出她的注意范围。然后这没办法从他知道我是开天眼的那一刻起，就是底色是很真诚、善良，然后呢，就只剩两又很有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要么去死。然后那些幽默的点啊，然后阳光的点啊，其实跟于姐都像，都不会有。无论还有呢？我都不会让你孤单一人。还有就是很多啊，我相信。不能去。我觉得我还有就是，我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吧，然后很感性。没有，我好好说吧，我刚才其实没有好好说。你的同理心很强，然后那个于姐也是，她经常能感受到，身边人，哪怕是所谓的纸片人，皮肤，或者说任何一个人，于姐都能够跟他们有很强的同理心。想去帮他们，这就是善良的一种嘛，就是只是说把善良给细分了一下，而且很能够黑白分明，他也很大爱，然后很多观点呢又是很先进，格局大，挺会。就他虽然说很爱，很懂得爱人，但是呢格局又不局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完美的一个。我就是过过干瘾，我没玩钱，真的。他们都是我的家丁，不信你问。没玩钱。宇大人，您多虑了。您身为一国之主的父亲，玩钱怎么了？打牌又怎么了？安公，我从哪里学的这个打牌？打牌技术这么好？是不？刚刚在早朝，你爹。皇上已经册封宇贵妃安公公为皇后。安公可能跟北叔学的吧？你是不是没看？我看了。你没看？看了。是不是没看？30集那个出头一来就给我笑的不行。我不是截图发你了吗？不要划水。就那个2个那个新兵蛋子。你还贼严肃。你一开始在那个轿子外，然后贼严肃在那儿。贴着个胡子在那不知道瞪什么。这样，来，第2节跳跃运动，预备起，1、2。然后你在那就是假装是兵的时候那种肢体动作，包括你走过去找花花。跳广播体操啊！是啊。我觉得那个很可爱，就是臣妾最近的睡眠质量好了不少。我还没看到呢。然后带着那个胡子，真的很好笑，很可爱。关注自己，净化环境，从我做起。怎么样？你日日放朕鸽子，就是为了干这个？那不然呢？我现在可是皇后，是他们的大姐头。你在前朝胸怀天下，那我肯定也要关心后宫女子们的生活水平啊。我也生活在后宫啊，可我的生活水平可是直线下降了。不要那么矫情嘛。哎，好啦，接下来我们换一项运动。这个可到你了。他这场戏也很搞笑，现场其实更好玩，因为他们现场说的真的，对，所有人。而且最后我抓到北叔了。对啊，那一下其实很可爱很暖，因为是真的抓到了，是因为你们那个就是队形甩着，然后北叔没跟上，然后我往这边一倒，然后北叔就撞怀里了。我觉得这个很暖。
那个画面最后在北叔那啥的时候闪回的时候闪回过来了，我觉得那一下也很暖，因为都是意外现场碰出来的，没说要抓到北叔，对吧？哇，水开了，可以下锅了哟。不吃。这么傲娇呢？北叔可是做的酸汤锅。不吃。真的不吃？确定不吃？北叔真的太全能了。你说我堂堂一国之君，怎么当众陪你玩起老鹰捉小七了呀？涮什么火锅呀？两位在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戏？与民同乐才是好皇帝嘛。太多了。你刚刚不是玩得很开心吗？太多了。其实那个小兵就很深刻。萧太医说了，让小兵对，感觉小兵拍了很久。小兵最开始都是我们拍我们那个大战嘛，然后那个小兵拍了挺久的，就是而且是我们刚开机没多久拍的。对，就很好玩。留冷宫得了，让你天天跟他们玩。很多，然后包括其实就是北叔死的那场戏，你不是你当时不是就是失控了吗？然后头痛，然后发疯了。然后我在旁边也是，当时的时候是真的是止不住，我自己本人也是止不住眼泪，就是当下那一刻真的就是很心痛很心疼，然后对北叔对你都是，那一场也是印象比较深刻。我看出来了，就那一场我倒下的时候你那个表情，我就知道你是真的就是控制不住。母后怎么说走就走了？皇上，为什么？太后还没其实是演的是吧？小时候疼死你啊！皇位是我的啦！喜极而泣。全退下。好的。见过陛下。怎么样了？辰失了朕，最多掉出半颗。越到后期，小后代越来越疯的次数越多，越频繁。母后不必担心。虽然你我斗了这么久，那一场也是啊，就那一场，但我不会跟一个31集、32集、32集、31集、31集，会与太后两个人在那个天台上嘛，史书上，赏月那一场。你想起来是哪一场了？我一直都知道是哪一场啊。我上次问你，你说你想不起来了。上次直播的时候。都你的呀。我肯定知道是哪一场。你最好是。骗你看嘛。你不必担心朕的江山后继无人，朕已经册封皇后了，之后自然会有新太子。让我们现场，算了。有个朋友让我们现场那个复刻一下子子。子子，有什么办法？子子，让他把话说清楚。你收敛了。子子，你先来。你教我的呀。于婉英教蛋总的呀。子子，子子。不对哦。子子，你戏里不是这么说的。子子，还不够，放出来。我戏里没你说的好。惭愧，你油腻，我怎么看到有人说你油腻？不是说我吧？说我肯定是错了。子子，子子。你这会不会喷麦啊？你在听着我喷麦吗？没有啊，不会啊，你戴耳机怎么会啊？想要报仇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不恨你，我谁都不恨，我谁都不恨，是我运气不好，选错了图。网友们说很想听程磊用粤语来读一遍语气书，可以给我们现场读一遍语气书。我用普通话念我都录了这么多遍，现在让我用粤语，我真的很怕破坏那个
那一段的氛围。读几句吧，可以说几句。我靠！万一读不准呢？我找那个，我应该会背一点，我不用找了。我不知道有很多就是比较文气的一些字怎么念？放开华泽伯！唔妻晚音，我係張生，你想笑就笑啦。以前都經常有人會問我係咪充話費送嘅，先會叫呢個名。但係啱好相反，我阿爸阿媽對呢個名十分驕傲，佢覺得幫我起一個咁獨特嘅名，可以令我成為成條街中最搶眼嘅仔。听不懂啊，老师。听不懂，因为我需要先，我真的会背哎，语气书我会背哎。你们吓人！因为我会背，背肯定背不完，但是我这样的。解药给我！大总，停手！快松手！大总，我记得又闪回了，闪回我们的画面。对，因为你唤醒了我，疯了，现在。还有我们好多事都没做呢，还记得吗？看着我，看着我。小太子，有人管过我的死活吗？小太子说：“我2辈子都要遭这种罪。”因为张三小时候也是他演的。对，太可怜了。强国独有的手势。不然来句山东话吧，我看到有朋友说。说山东话？谁说山东话？你说山东话？我上次不是教你了吗？山东话。你教我这个吧。永保平安，40吉祥。40吉祥。拥抱平安。拥抱平安。40吉祥。哎，我真说对了。差不多了。我真说对了。对啊。哇，我这山东话天赋可以啊。但是不是平翘舌有时候会反？还行，感觉还行。40吉祥，拥抱平安。40吉祥，你说一遍原版。拥抱平安，40吉祥。王爷，40吉祥，拥抱平安。有个医术精湛的小孩还在帮忙给豆这一口气。可以。那边什么动静？宫里一片混乱，说是皇帝因为伤心过度倒下了，就连小太子也晕倒被送走了。那我教你讲粤语。你教个简单的。不会这么轻易就死。抬頭見喜。也許這一次什麼都不用我們親自動手。抬頭見喜，他們自會落在敗局上。抬頭見喜，抬頭見喜，没事吧？見喜，抬頭見喜，可吓死我了！抬頭見喜，樂在人和，樂在人和。他不太好。樂在人和，用我。我暂时用点穴封住了毒性蔓延，可此毒来得过于凶险，发作时会让他神志不清。婉音，你先帮我看着他。听着不像，离咱太远。抬頭見喜，樂在人和。我說的。都怪我，
明知道太后不是好人，竟还没防备得住。我一进门就看见小太子了，但我一点都没往那里想。别太自责了，谁会警惕一个8、9岁的孩子呀？再说，你反应已经够快了，大部分的毒不都被你挡下来了？话是这么说，但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丹总只沾了一点，就突然神志不清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想不出原因。这毒认人啊！什么意思？我只是猜测啊。同样的毒只对特定的人起作用。小太子给他撒的是毒好热呀！空调开了关吗？我热吗？你也热？对，我穿着毛衣。今天确实暖和。但我觉得外面有点冷。嗯，外面有点冷。外边还行，外边出太阳了。太后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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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后。你有觉得哪一个场面最燃吗？我们的戏最燃？王楚然。最燃呀，就是那些大场面吗？我没有什么经历什么特别大的场面。你觉得能让人，就是你自己觉得心里面最燃的一场戏？很多，我觉得跟那些学子的很多。不要再用很多这个词来搪塞我们。就是无道不孤那一场，因为那场其实杜珊已经死了嘛。你记不记得太后临死前说了一句？你还记得是在哪吗？我知道，当然啊。第几集啊？好像是。你说第几集？我记得那个画面。我站在哪里？大家一起祝酒啊，然后你站在我那个御书房的那个台前啊。你说无道不孤，然后走了之后，我还说无道不孤，还在你那儿重复了一次。对，无道不孤特别燃。所以是第几集啊？控制自己的情绪，成为人。那个第2集啊。第2集？你这意思是？那第2集啊。第2集啊，这是第6集。是吧？想起来了吧？就那集，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虽吸入大半，但是毫发。可是后面小兵打仗那一场也挺燃的。小兵，我刚想说小兵打仗就是那个，其实也是我们刚开戏没多久拍的，就是我贴着小胡子，然后我们2个拥抱的那场。主要是他开打那一刻会有很多的烟火，然后就是在天上，然后就挺燃的。我们好像说的不是同一场。不是从娘胎里带。是同一场啊，然后最后我们爬上城墙嘛，开箱了嘛。然后我们的那个结算画面也挺燃的。对，就互相我给你劈那个大场，然后我也劈着，然后我们俩就这样走过去。然后在那个那场很搞笑，那场拍的时候很搞笑。上，对，然后你提醒我说就是需要动用你了，然后我就在那对下面大骂那个电视剧的词儿。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那个，我们现在已经把毒的目标种类缩小到了。你的初中生总挺多呀。找到他，只是时间。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产物。没少看电视剧。不然能上课玩手机吗？还有就是，蛋总下个蛋，一下，然后发现你就在我前面。谢谢你。你也是个小兵。啊，对。但那一场我以为我们演的时候是按照那种分隔了很久的情绪来演的，没想到好像只分隔了2分钟，2分钟不见就哭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从前面分开了很久了，然后你有你自己的线，我有我的线，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分开很久了，然后那个时候肯定是不想再分开了。宾馆传来消息，没有很久。当然我是这么想的，你可能想分开。怕什么？你可能就趁机想拿着那个盾牌赶紧跑。所以，我本来都不想回头了，结果你一直叫，我在想他是不是发现他是不是看见了？我就，我在，我说这都藏不住，我就一直躲在盾牌里。我说
别发现，别发现！我冲进城门我就逃了，结果一直在那叫，结果没想到我喊了你的大名。对啊，从什么时候计划在这么多敌人的时候喊我大名，你也没有居什么好心。娘娘，吃点东西吧。我真服了。我是不会走的。哦，他们说哇，马上7晚音了。听那个也很燃，对，确实。对，那个很燃。陛下有旨。那个你们好像是在象山拍的是吧？我等可以以死相携。不是象山，在那个衢州。他知道我不会滥杀无辜。你没去啊？啊，你没去那个山里？我去了，对，我去的时候你们不是在一个地方拍的。我们去的是拍刚那个老鹰抓小鸡的地方。哦。你们自由了，各走各的吧。啊，娘娘又出汗了。怎么？你们还要绑了我不成？娘娘，我不是说我是他。哦，我觉得那个后面也很感人，就是暗卫带着我跑的时候，然后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他们没有名字，那好感人。他们说就是我没有名字，然后叫我初1、初4就很好听。嗯，都是很好的人啊。胡妻晚宴，胡妻晚宴来了。我叫张三，我叫张三。想笑你就笑吧。现在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充话费送的，才会叫这么个名字。其实恰好相反，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第一个被老师记住名字的学生。不过嘛，除了这个酷炫的名字，我倒是挺乏善可陈的。成绩不好不坏。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奇怪，我为啥要拿初中的事说个没完？因为在咱们那个世界，我没有更后面的记忆了。初3那年，我上课开小差玩手机，被一个弹窗小广告吸引进了这本书里。而来16年又8个月，上课不能开小差。对啊，这么算来，突然就会撑到的时间大下来，竟已经比当张三的日子还长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最近2年，我有时会突然心生怀疑，书外面的世界是真的存在，还是我脑子生病而产生的妄想？说来好笑，当初来到此地，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法结束的噩梦。可如今回头去看，却连初中的校名都险些想不起来了。直到你问出那句 How are you？ 原来一切都是真的。原来我曾有血有肉的活过，有过父母，有过朋友，有过未来。我是一个卑劣的人，你在那一瞬间拯救了我，我却在下一秒就制定了欺骗你的方针，取得你的信任，成为你的同盟，让你手中掌握的剧本为我所无子之礼也是我们当时即兴的，对吧？我才能用什么的方式取得胜利。撕胡子之礼，让太后和虽然说是一开始是说撕我，你放心，蛋总。后来我让你过来撕，其实我们2个都不用撕那么大力的。在你面前，我不仅将过往尽数粉饰，连言行举止都会刻意控制，努力扮演一个你所熟悉的现代人。这是我们第1天拍的。小蜜蜂。你贵为天子又如何？能保护他不受欺负吗？我拍了你这个。那你能保证3000弱水只取他？你拍了我这个，你倒是发呀！我发了。发了哪个？转圈圈。我那天就是在追剧团的时候录的那个短视频。我说我模仿你在那说转圈圈。我好像看到了。从那以后，我就更害怕露馅了。
万一，不管你相不相信，当我不再是夏侯的，重新在你面前成为张三时，我才一点一点的想起自己离他已经有多远了。你来的太手机里的照片我们会发的。这里已经没有等待你的同类了，你只能摊上一个疯得时日无多的我。溺水之人都祈求能抓住一段浮木，可当他们离岸太远，注定无救，再死死扣住浮木，就只会将浮木也带入水中。你不该来太感人了。还冲昏头脑。他是我的，我这段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遍都很想哭。至少可以不让你沾上血气，在这黑风夜海，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睡个安稳觉。我希望晚一点面对你，惊惧防备的眼神。我最希望的是看你永远灼灼似火，皎皎如月。咱们就要打一把狗分架势赛，永远是最出类的、无所畏惧、大杀四方的小姑娘。拳打开后，脚踹断了，哪怕他真的是神，我也绝不会投降。看他，无道不孤。我已经没有故乡，你就是我的故乡。如果你暂时胆怯动摇，需要一个同类给你力量，那我就扮演这个同类，一直做到死去的那一天。朕恳请北叔待他就如待朕，务必护他周全。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明天我自当尽力，万一我成功了，你的担子也能轻些。如果我失败，你就照着最后一张纸上写的去做，应该也能逃出升天。再之后的路，就要你一个人走。天涯路远，江湖险阻，多加小心。生而不为人，我很抱歉。虽然对你丧了许多，但这一句绝非许言。你是我这2辈子。哎呀妈呀！我今天一直都没有看后面的戏，我就是怕我会哭。最厉害的人，你一定会笑到最后，杀出一片山河清明来。到那时，如果原谅了我，逢年过节就吃一顿小火锅吧，就当我去陪你了。张三。初见你，曾有光乍破在我魂魄。太感人了。看完1集。我觉得成功系统对我而说就是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会把自己感性的一面藏起来，然后整个体痛在我拍到过都是从我进入开始就是把我很感性的一面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现在播完了，但是就是成何体统在我心里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啊，所以说我卡了，说我们很真切的感知到，你善良，然后感性有同理心，所有的美好的可爱的一面。就真的像是掺进去，然后替婉音走了这么一遭，然后现在又掺回来的感觉，就是挺难过的吧。没关系啊，我们大家都现在也都还在看《成何体统》，而且我们有过那个就是《成何体统》的记忆和陪伴。想笑你就笑啊！刚看你一直在憋笑。没有，我刚刚没憋啊，我刚想笑就笑了呀。因为我是觉得挺可爱的。好了，大过年的。没关系，大过年的我也哭了很多次。无道不哭。我今天回去，等我拍完戏回去，我再把今天更的看完。好，那你今天你要把今天更的看完，你又要爆哭了。最好哭的都在这一集。我今天一直就是忍着没看，我就是怕自己会爆哭。没关系，结果还是没人。有时候哭完之后，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又会好很多。那哭也是感动的哭嘛。我觉得为什么那种哭哭笑笑开心的都值了。对。那我们现在截图。截什么图啊？截图送，要送签名照给朋友们。对，好，你先截两张。截。我先，你先，我都行。哎呦，这成何体统啊！我先说3、2、1啊。3、2、1。全新第4代欧莱雅然后小瓶罐，纳米级超渗胶原科技，满胶原灌进去，更紧、更弹、更抚纹。好了，截完2张了。欧莱雅邀您观看成何体统。3重真萃3D 愈护的皇家美素佳尔，邀您观看成何。鼻子都哭堵了你。水泥鼻。截完了，截完2张了。截完了。然后我截了。好，这个也截完了。你去，只有你能救他。你去好不好？我去了，谁来保护你？可是北叔不能去。别哭啦，去吃点东西吧。我现在也看不到北叔。救命！打开了。谢谢大家的陪伴，很高兴。天哪，我们太对了。2个妹妹也在旁边哭。伴君如伴虎。好啦，你需要去拍戏了吗？是不是要去拍戏了 ？OK。想必殿下心中都。谢谢大家一直陪我们。你们神仙打架，我等小鬼遭殃。事到如今，我对良人已经没了念想。那就下次见喽。尽快的离开这龙潭虎穴。拜拜。度余生罢了。拜拜。婉音。既然你